北约闹家变了，德国最近到底是怎么面临到美国的压迫呢？今天带你看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北约在闹家变吗？还是呢？这场伊朗战争现在看起来好像要开始慢慢落幕，美国秋后算账了呢？有句话是这么讲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啊，走着走着就散了。现在的北约是不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感觉呢？那美国又是怎么样秋后算账呢？我们要先带你看进来啊，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啊，它报道了一篇专文。这个专文是这样讲的，他说啊，华府呢最近呢就警告了一些跟他长期军事合作，或者呢是跟他有这个军购订单的一些国家，告诉他们说我会延迟交付这些武器哦。比如说呢，被点名的国家就包括了英国，包括了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一些欧洲国家。好，那当然你这可以理解啦，因为呢，在这个伊朗的战争当中，那美国当然就是噼啪噼啪啦，炮轰很多的弹药嘛。那于是呢，对美国来讲，它当然呢，首先要充实它的一个弹药库，它的一个弹药的一个武备这个储备呢，要拉高回一个安全的界限，然后我有余裕之后，我再去交付这些订单。很合理，对吧？但是呢，他直接这样告诉你们说，你们那个就别等了哦，慢慢来。我要先否我自己，那你们的这些军购订单就慢慢等吧。那对于这些如果我要靠着美国来保护我的这个安全的一些国家来讲，哇，那很紧张因为呢，大家都知道你现在。美国没有交付你这些弹药，没有给你这些东西的话，那你怎么武装自己？所以呢，其实对于这些国家来讲，美国现在呢把自己的 priority 拉得很高，人家家的那个你家的事你自己想办法，对吧？你自己的国家安全靠我吗？以前如果是别的总统 ，maybe 你可以靠他一下，但是川普不好意思，一切就是拿钱来，好不好？没有钱你就是免谈，而且呢，他就是那个。自扫门前雪的大师，好，所以呢，你看到进来的一个状况啊，像乌克兰就出来抱怨了，乌克兰就抱怨说，他明明有这个防空这个系统，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没有弹药啊，所以就是眼睁睁看着俄罗斯的一个飞弹来了，嘣，炸到你了，因为我就没有那个。防空的一个这个飞弹可以升空，那也是两手一摊，没辙，对吧？所以呢，现在啊，这个美国的警告就是告诉大家，不好意思，现在我为主，你们都是这个 priority 后面点。好，那当然呢，提到了欧洲啊，刚被警告了好几个欧洲国家嘛，那欧洲呢进来呢就被秋后算账了。当然美国会说没有啊，没的事。还是川普就直接告诉你，对我就是秋后算账。好，你自己理解了。但是我们来看看啊，进来你这些事情加在一起看，你就很摆明了，你就惹川普不高兴嘛。好，我们要带您来看到这个欧洲呢是怎么对川普的，在这次的伊朗战争当中啊，有些国家就从头到尾我就是不赞同你打这场仗，有些国家呢就一开始。你知道，就基于跟美国这个打好关系，我也不要太惹恼你的那个立场啊，就是尽量配合他。结果到最终，这两种国家都有同样结局，所以呢，就更让欧洲重新思考他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好，那你说为什么两种态度到最后一样结局？很妙，我们带你来看看哦。好，两种态度，欧洲呢重新思考说，我到底要怎么样面对川普这样的一个美国强人总统嘛？比如说呢，这个伊朗战争一开始的时候有些国家就从头到尾不赞成，比如说西班牙。那西班牙这个首相桑切斯，他就是从头到尾我就是不赞同，我觉得你干嘛打这场仗？你何苦呢？你为什么呢？不，各种批评。好，那于是呢，当然这个川普也是看他非常不开心，对不对？那个桑切斯嘛，只差没想要掐死他。好，但是
桑切斯就依着他从头到尾反川普，他在西班牙他的一个这个国家内部的一个民调节节攀升。本来啊，他这个可以说岌岌可危啊，大家对他这个政治评价很低啊。结果呢，他勇敢站出来反川普，突然间他的声量开始往上。然后你看到了意大利的一个这个女总理哦，梅洛尼。好，梅洛尼呢本来是站在这个川普这一边，但是后来他发现，随着这个战争越拖越长哦。然后这个燃料费开始大举攀高，物价开始攀高的时候，这个意大利内部啊，大家的声浪是反战比较多的，所以呢，这个梅洛尼他也有一点开始往他自己的民意倾倒过来，所以他也开始批评川普说：“哎呀，你不应该打这场仗了哦。”那当然呢，川普是点点滴滴在心头。你们这些反我的人，你们到时候就知道厉害。好，但有一个很特别，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聊的是德国。德国呢，一开始他就是完全配合川普哦。比如说，川普说：“哦，我要去打伊朗，然后所以我的军机我要从你这个德国飞过去，我要征用你这个德国的一些军事基地，然后当做我这个美军运筹帷幄的一个地方，德国都配合。”都开放，你要用我的军事基地，你用 ，please， 你就用。然后你要飞过我的这个国境上空，你就飞。你要这样就这样，你要那样就那样。甚至呢，这个川普说，哦，那个荷姆兹海峡，那个你们那个自己派扫雷舰去搞定一下哦。德国也说我配合，没有问题。好，一切都很配合。你以为这样川普龙心大悦？没有你做戏要演到底。这个演到最后啊，这个德国的这个总理啊，梅尔兹他承受了非常大他国内的压力，因为他国内也有很多反战的声浪啊。因为呢，你打了这个伊朗战之后，荷姆兹海峡一封了之后，哇哦，这个德国它的一个燃料费用这个节节攀升，物价开始攀高，影响到整个德国的经济成长率，他们经济成长率开始被下修，整个国家经济被拖下去。然后梅尔兹他的一个政府啊，民调呢也开始不断往下跌，甚至呢本来他们这个执政党的一个民调是第一的哦，大家对他算是满意度高，结果呢被这一搞啊，川普这一搞，咚掉下来了。你说如果明天就要选举的话，梅尔兹会下台的耶，所以哦，你说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在配合川普，那最后他实在是压力太大了，他就忍不住说了心里话，他说：“哎呀，这场仗啊，这个美国好像似乎啊，这个没有真正想得很清楚。”然后呢，他还讲说：“哦，那这个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还有现在战争被拉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他觉得美国似乎被伊朗羞辱了。”我前面配合了那么多，就最后这2句话，哇，川普之生气啊，气到爆炸，大骂梅尔兹，骂翻他了，然后甚至开始有手段了。什么手段？他说我要从德国撤军，我要撤军，然后呢，我要加你关税。哎呀，这个德国真是。你要演就演到底，对不对？你就没有演到底，你就演了那一半，那你最后你就前面配合都白搭。你早知道你就学西班牙，我从头到尾不同意，对不对？好，所以呢，你就看到了现在啊，德国就变成了那个明明配合那么久，就因为晚节不保。现在呢，变成了这个川普要针对，然后呢，不断的要跟他挑毛病，然后呢，要报复他的那个首要目标，你看有多倒霉，对不对？衰爆。好，那我们就继续带您来看到为什么说川普呢这一次啊报复的都是德国，因为他就2招，一招呢他就是加你欧盟关税。好，那当然你说他加欧盟关税又不只加德国，他加欧盟的汽车关税。那你说这个欧盟的汽车谁是那出口大宗？德国嘛，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它其实加这个欧洲的一个汽车关税，其实呢，最受害的就是德国。另外，他也直接讲了，他说啊，我要从这个德国直接撤军5000人，我撤那5000人呐，我就等于是撤了一个旅啊。那其实呢，对于德国来讲，其实德国现在啊，它的这个美军呢，其实人数挺多的，美军人数大概有36000到39000之间。那住在德国的美国人，就是军方以外的，比如说眷属啊、文员啊之类的一个人数啊，其实也很多。所以呢，他说我要撤军，也是告诉你说，保护你们的安全。
是有价的，没有白得来的，所以呢，你不听话，我就是这样惩罚你。好，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个加你汽车关税啊，对于欧盟来讲也会觉得莫名其妙，就是明明这个美国跟欧洲是已经谈好了一个贸易协议的，然后呢，这个川普就单方面的说你没有做到你的协议，然后欧盟还抓脑袋说是哪一项协议我没有做到，川普说不管你啦，反正我加你关税。他要加你关税，你不用傻了，别再问了，他就是高兴加你关税，你就是什么都没做，他也说你对不对？就是没做到嘛，对吧？你都做了，你看德国一开始不是从头到尾都做了吗？就讲了一两句话不开心了，我就是惩罚你了嘛。所以你就看到了，现在呢，大家这个欧洲已经开始有一种认知，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安全要开始靠我自己了，对吧？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欧洲。非常多的车厂其实也早在这次加关税之前，川普陆陆续续的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些企业有很多的一些各种关税的一个这个阻挠，所以呢也很多的一些这个车厂除了被加关税之外，还有就是中国的电动车竞争也非常激烈，所以呢这个欧洲有很多的一些车厂现在开始转型去做军工，去做无人机的零件，然后去做那个这个飞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反正呢能转的就转了啦，很多的一些车厂，反正我这个产线闲着也是闲着，我就转个弯做一下军工，反正以后欧洲呢觉得我这个可能安全得要靠自己了好，那继续呢，我们就带您来好好统整一下川普他的一个手段了现在呢，他觉得他在教育欧洲这些传统盟友，对川普来讲我们常讲，他心中没有什么朋友敌人，每一个人都是交易的对象，而且你会觉得每一次事件对川普来讲，好像就是一个交易的机会，他好像也不是那么，这个跟你过去你跟他多好，对不对？但是呢，再怎么好。遇到了这件事情，那就是独立的发生。我就是从这件事情跟你谈一个好价钱，感觉是这样。我过去跟你有多坏，但是这样的一笔交易，如果你让川普很满意，他也是 OK， 可以跟你握握手的所以对川普来讲，那是标准商人。所以呢，你在这个商人的面前，你跟他谈什么仁义道德，你跟他谈交情。没有用的你就是跟他谈价格。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川普现在呢，就是跟欧盟谈价格，甚至呢，在欧盟过去的这么多不配合当中呢，会影响到他接下来他要保护你的价格。所以你看到了现在川普3招在重新教育欧盟这些盟国首先第一招就是安全保障挂钩政治，你不听话，你的安全保障就会被我取消，你得要拿更好的价格回来换。好，于是你就看到了他从德国撤军，差不多那个意思。德国你不听话，你乱讲话，所以我就取消你的安全保障，这意思第二个呢，就是欧洲，除了你安全靠美国之外呢，美国的市场也是欧洲很多的企业想要的，所以呢，这个市场你看到它用关税操控你，关税呢我就阻断了你在这个美国市场当中可以赚大钱的汽车产业。再来一个呢，就是我撤军之后我不让你们心存侥幸，说我就说我要撤军，但我其实最后没撤，没有。他现在呢，美国说我撤军，我要撤去印太，我要撤去这个西太平洋，所以呢，我撤走了之后，不好意思，那个军人不会再回欧洲哟。所以呢，你就看到了未来的欧盟可能他得要在安全跟市场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甚至他得要好好思考。到底要不要靠人家？你如果还要想安全靠美国的话，哇，那你就是把你自己的把柄放到人家手中。那你如果市场还要靠人家钳制的话，你要不要重新思考欧洲手中有什么是可以也钳制美国，让他不敢再这样随便的经济制裁你的感觉。所以呢，这都是欧洲现在可以说重新思考的。特别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像这次呢，欧洲不是2种态度的国家吗？那到最终，你看川普说西班牙的驻军我也考虑然后这个意大利驻军我也考虑那你德国一开始超配合好乖但我最后你看第一个他说精确告诉你我要撤5000人的就是德国所以呢，对于欧洲这些国家来讲，他们都重新在思考，他们要怎么样面对美国，要怎么样跟美国打交道。那这一切对川普来讲就是一场交易的话，
各自有什么交易的筹码可以握在手上，到时候，如果他是那个要上谈判桌的国家的话，他要怎么跟美国谈，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关键因素了哦。好，那当然我们讲回来，讲到这次啊，这个川普感觉就是8、9不离10，我就是要从德国撤军。那我们就来好好讲讲美国现在在德国的驻军呢，到底重不重要？美国说要撤军，他是嘴巴说说，还是他来真的哦？好，其实呢，我们看到了这有一些这个历史遗留的因素嘛，二战之后嘛，那其实呢，在当初的这个西德嘛，对吧？西德呢，大概就有很多的所谓的美国占领区，这个美国的占领区呢，大部分是在现在德国的西部啊，现在德国的南方这个地方，所以呢，你看现在美国的基地啊，在德国的哦，其实呢，都还是聚集在这个德国的西部跟这个南部地区非常多，而且呢，在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一个军事基地就在德国。德国呢，这个军事基地啊叫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哦，大的不得了，而且呢，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是德国的一个很大的军事基地，甚至它是整个欧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军事的重心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美军呢把它最大的军医院放在这里，然后他把它最大的补给站放在这里，然后呢他把它的卫星中继站也放在这里，因为呢美国距欧洲很远嘛，对吧？那你有些东西你要给指令哦，在这个地方，然后用卫星啊，要有一个中继站最方便，也在这里。然后这里呢还是空军基地，哇，这所有几乎都在这里，所以呢这里等于是欧洲大本营就在这个军事基地，然后这个军事基地旁边呢还有一个军事社区，社区有非常多的一些文职人员、眷属，全部通通都在这个地方，所以这里好大好大，这里住的美国人大概5、6万人以上哦，全部都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空军基地哦，那个也很厉害，那个是一个最前沿的作战的基地，最厉害的一个战斗机都在这里，叫做施潘达勒姆的一个这个军事基地都在这。那当然呢，美军基地啊，在德国有好多地方，大概有20个基地哦。那我们刚刚讲的是空军嘛，然后呢，陆军也有。那陆军基地呢，它也扮演了训练北约士兵的一个这个非常重要功能。甚至呢，在这个德国还有一个军事基地哦，那更厉害了。核子弹头在这里，据说呢，它放在德国有15枚到20枚的战术核子弹头放在德国这个地方啊，所以呢，他们还有这个核共享。如果真的哪个这个俄罗斯这个你知道太不乖，它这个发射核武的话，也是从这个地方去的。所以呢，你说美军在德国其实很重要，或者说德国的军事基地对美军它的全球布局来讲也很重要，但他现在他说要缩减人数哦，那我们就来看你到底做没做嘛，对吧？但或许有可能，因为对川普来讲，一切都是一门生意哦。但是呢，如果你的生意撤掉了这5000人，那对整个美军的全球布局来讲哦，如果是没有什么太大影响的话，或许他就撤了，因为他说他撤去印太嘛，那也合理，因为呢，现在在川普心中，这个他觉得第一名忤逆他的，他觉得可能是中国吧，所以呢，他把人往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方向撤去。但是对于欧洲来讲，无论撤没撤，你威胁我要撤，那就是一个好大的警讯。过去呢，我们都会觉得美国跟欧洲啊，那个在安全上面的一个结盟，北约这个组织，感觉是他们就是你知道十指紧扣啊，这个你侬我侬啊，这个兄弟啊，这个血浓于水啊。但是呢，现在不是了，应该这样说，现在从兄弟，他们快要变成合伙人。合伙人的概念，合伙人什么意思？谈清楚嘛，对不对？白纸黑字合约写清楚啊，你占几股，我占几股，到时候利润怎么分，对不对？责任义务写清楚，那种感觉，而不是说完全的兄弟阋墙，而是兄弟明算账，现在都是一本账。好了，那算清楚了之后，现在这个欧洲啊，这个心里头明白啊，就是呢，以后安全得要靠自己了，靠人人跑，靠
山山倒，所以呢靠自己最好。于是乎，你看到了现在呢，这个德国他们已经定下了一个他的目标，2039年他们要打造一支欧洲最强军队来保障自己的国家安全。那于是呢，这个欧洲现在我们看到了，德国当然是其中的翘楚。德国呢，目前它的一个军人呢，大概有18.5万人，他希望在2039年呢，要把他的一个军队呢增强到是一支46万人的强大的一个军队阵容。那有没有可能办到？他从每年的军事预算的提高开始做起哦。他们希望在2035年，他的军事开支呢能够来到 GDP 的5%。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其实一次一次的，在欧盟呢跟这个川普总统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一次一次心灰意冷，不是一次一次的面对现实。就是如果当这一切都是一本账，当这个顶级的保安公司、保全公司要离开欧洲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把自己的安全防卫自己捡起来做？保护家门的任务靠自己才是那个王道。所以呢，北约家变你可以这样理解它，亦或是你可以说这是一场兄弟变成合伙人的过程。但也没有不好，大家讲清楚就好。好，这是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德国最近啊，这个面对川普心路历程，悲伤伤心泪。好，希望你喜欢今天内容喽，我们下回见，拜拜。